夜裡下着細雨，像一層薄薄的灰紗罩在小城上。林澤第一次見到沈婉，是在一家銀行的貴賓室裡。她穿着深色長裙，氣質沉靜，像一朵在陰影裡盛開的花。櫃檯經理介紹她時，語氣格外恭敬。沈婉，投資人，資產不明，但極為雄厚。林澤那時剛從一家小公司辭職，準備創業，資金卻緊得可憐。沈婉坐在沙發上，安靜聽他講項目，眼神像湖水一樣平穩。你很有想法，他說，只是缺一點運氣。林澤苦笑。沈婉忽然問，你結婚了嗎？林澤愣住，沒有。他輕輕點頭，像確認什麼。那或許你的運氣快到了。3個月後，他們結婚了。這件事在小城裡傳得很快，因為沈婉是個傳奇人物。她30多歲，卻已經當過3次寡婦。她的第1任丈夫死於車禍，第2任死於突發心臟病，第3任則是在出海時失蹤。每一次，她都繼承了一筆不小的保險金，加上她投資得當，她的財富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。但同時，小城也開始流傳一個詞：克夫。婚禮那天，林澤聽到有人在背後小聲議論：第4個了，這小伙子怕是活不長。林澤只當是迷信，沈婉聽見了，卻只是笑笑，那笑容很淡，好像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。婚後，他們住進了城郊的一棟老別墅。別墅很大，有花園，有溫室，還有一個很深的地下室。地下室的門很厚，像舊時代的防空洞。林澤第一次注意到它，是在搬家的那天。地下室做什麼用？他隨口問。沈婉回答得很自然：儲藏。林澤沒有多想。婚後的生活出乎意料的平靜。沈婉溫柔理智，而且非常會轉寸。他投資的項目幾乎沒有失敗過，股票、地產、基金全都在漲。短短1年，林澤的公司也做大了。但奇怪的事情開始慢慢出現，比如深夜的時候，地下室偶爾會傳來輕微的腳步聲；又比如，有時候廚房裡的食材會莫名其妙少一點。林澤一開始以為是自己記錯了，直到有一天晚上，他聽見地下室裡傳來笑聲，男人的笑聲，低低的，像幾個人在聊天。林澤當時正準備下樓喝水，整個人僵在楼梯上。別墅裡只有他和沈婉，那地下室裡是誰？他猶豫了很久，終於走到地下室門口。門沒鎖，他慢慢推開。樓梯很深，燈光昏黃。林澤一步一步往下走，心跳越來越快，直到他走到最底层。地下室很大，像一个改造过的地下公寓，沙发、電視、桌子、酒櫃一應俱全。更離譜的是，那裡走着3個男人，他們圍着桌子打牌，桌上擺着紅酒和牛排。看見林澤，他們全都愣住了，空氣安靜了3秒。其中一個中年男人嘆了口氣：完了。另一個說：我就說早晚會被發現。第3個則很淡定，舉起酒杯：新人來了。林澤整個人都傻了：你們是誰？3個人互相看了一眼，中年男人伸出手：你好，我是她第1任丈夫。旁邊那個瘦一點的說：第2任。第3個笑着說：第3任。林澤感覺自己腦子嗡的一聲：你們不是死了嗎？3個人一起點頭：對，理論上是。
就在這時，樓梯上傳來腳步聲。沈婉慢慢走下來，她看見這一幕，沒有絲毫驚訝，反而嘆了口氣：“我本來想再晚一點告訴你的。”林澤幾乎說不出話。這到底怎麼回事？沈婉坐到沙發上，很平靜地解釋：“事情其實很簡單，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保險行業的精算師。某一天，她忽然發現，如果一個人意外死亡，保險金會高得驚人。但如果這個人其實沒死呢？於是，他們設計了第一次死亡：車禍、燒毀的車、模糊的屍體。保險公司賠了錢，丈夫則住進了地下室。後來他們發現這個模式可以複製。第二任丈夫是律師，負責處理法律問題；第三任是媒體人，負責輿論。他們甚至找了幾個記者和道士合作，在小城裡制造克夫的傳說。每次丈夫死亡，都會有記者寫報道，每次都會有道士出來做法，說沈婉命格太硬。保險公司不懷疑，因為一切都像命運。而那些死去的丈夫則舒舒服服住在地下室。他們投資保險金，做生意，炒股，錢越滾越多。林澤聽完，整個人像石化一樣。所以，我呢？第二任丈夫拍拍她的肩。你是第四任。第三任笑。歡迎加入。林澤嘴角抽動。那我是不是也要死？沈婉點點頭。過一陣子，他語氣溫柔的像在討論晚飯。放心，不痛苦。第一任丈夫補充。而且地下室很舒服。林澤沉默了很久，最後他問了一个問題：保險金多少？沈婉說了一個數字，地下室瞬間安靜。林澤緩緩坐下。牌怎麼打？三個人對視一眼，忽然大笑。沈婉也笑了。半年後，小城又發生了一件轟動的事。沈婉的第四任丈夫在一次登山時意外墜崖，屍體沒有找到。記者很快寫了報道，標題依舊熟悉：克夫寡婦再失一夫，命格詭異。一個道士在電視上嘆氣：他命太硬。保險公司賠付了一大筆錢。別墅的地下室裡，4個男人舉杯慶祝。歡迎新成員。林澤已經完全適應了地下生活，他負責公司運營，第一任負責保險結構設計，第二任處理法律，第三任做媒體。他們甚至開始研究海外保險。錢越來越多，地下室也越擴越大。最後，他們乾脆把整個地下挖成了一個豪華俱樂部，泳池、酒吧、影院一應俱全。某天晚上，他們正在喝酒，林澤忽然問：如果有第5任呢？沈婉靠在沙發上微微一笑。那說明